这一次美军怎么进行攻击？你别听他吹牛啊，什么我模拟老半天，监视式防空打了200-300枚，从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全部消失掉。如果你委内瑞拉国防部军人在马杜罗的住宅附近10公里内布满了200个监视性防空导弹，你美军进得去吗？不可能的事，一定被打成烂疮。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所有的首都的防卫司令通通收钱。所以啊，去吹嘘美军呢很行，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武器很差，因为他根本不是用这种场合啊。所以美军比美军更厉害。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带您来关心到的是深夜活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中俄都在场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一回美军的三角洲5分钟之内？这个特种部队就可以破门，这是什么样等级的一场作战呢？今天就这一些军事上、军情上，我们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分析。赶快来看到这个是在美国的总统川普3日亲自宣布的，他说美军已经成功的拿下了马杜洛，深夜这一场行动代号悄悄的展开。当时出动的就是美军最精锐也是最神秘的，他们叫做这个三角洲特种部队。等一下我们会三角洲特种部队会有比较精密的一个解析哦。那么当时呢，他是直接闯入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的这个官邸的卧房，并且在这边引爆炸药之后，就强行的闯入了。5分钟之内，只有短短5分钟哦，是立刻攻坚完成，并且这个马杜洛的夫妇哦，他们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已经被强压上美国的军机离开了当地哦。那么当天晚上，根据美国的人民所看到、所描述的画面，就是当时在卡拉卡斯的上空是有直升机来做穿梭的，并且在当地连响了7座非常大的巨大的爆炸声，火光整个划破了夜空。美军的精锐迅速的控制了目标地区，而这一场行动最重点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谈的三角洲特种部队，他们到底是谁呢？他们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核心。那么他们其实是在美军是非常精锐的一个部队。回顾当年2019年的时候，他们曾经猎取伊斯兰国的首脑，也就是巴格达迪哦，是被视为是最危险的部队，也是这个电影《黑鹰计划》当中特别描述过的这一个精锐部队。他们更是有备而来，这个精锐部队早就已经针对这场行动在做准备，也就是在去年12月曾经拍板了一个行动，叫做绝对决心行动。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他们就直接搭建了一个全屋尺寸啊，复制马杜洛他的官邸的一个复制品，就在这个屋子里面进行反复的演练哦，操演，所以呢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而在行动当天呢，根据美方的参谋首长的说法，其实除了这个特种部队之外，还出动了超过150架的军机，之外还包括了 F-22、F-35，还有 B-1 轰炸机、E-2 预警机和各种的无人机。他们的做法是先把这个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全部给瘫痪掉，最后再派直升机低空的突入。那么三角洲的部队呢，外媒形容主要的任务就是分为4个中队，部队是专精于这些高风险价值的任务，还有反恐行动跟人质救援、歼灭威胁目标的各种侦查等等。而这一次为什么行动可以成功？除了有这种特种部队，还有美军的各种的这种军机啊，还有他们的武器之外，CIA 在美国还安插了线人，并且派出了逆踪无人机，长期持续的监控马杜洛，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另外，美军还根据了解，寄出了5000万美元的悬赏金额，提供给这些提供情报给美国的这一些线人哦，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关键之一。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这个三角洲部队被比拟做黑鹰计划的特战级的单位，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为什么5分钟之内可以攻坚？是现代版的斩首行动的一个重要的重点吗？事前模拟的官邸的这一些动作是否又非常的缜密呢？吕舰长怎么看？我们讲到三角洲部队以及海豹部队，他们都是同一等级的这一个特战部队啊。那特战部队当然它有肩负一定的使命，那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它所宣称的兵力，但是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来看啊，这一张我手上这一张，也就是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它实际上的部署啊，那在最远这个呢可以达到500公里远的，那也就是中国大陆输出的这一个JY27的这一种反逆中的一个雷达。那其实呢，它除了我们讲到中国大陆的装备之外，它还有俄罗斯的这个它虽然这边叫做安提2500啊，其实它也等于就是 S300系列的防空飞弹。那我们当初看到了这么多的装备，为什么？就是刚刚如同主持人讲的。5分钟就结案了。那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状况，也就是美军其实他们做了非常完善的一个模拟，然后这个模拟呢，我们看到它不是只攻击有关于首都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到红点的部分，通通都是攻击的位置。那攻击的位置，就是其实让委内瑞拉的部队其实并不确认它真正的重心在哪里？另外特别强调的一个，也就是160特种部队，它其实号称夜行者，那也就是这一次作战其实是半夜出动的，那也是凌晨，它执行的都是高风险低强度的一个夜间任务，它所进行的任务的本质其实是渗透。以及撤离，还有突袭，这一次就是突袭。那我们在这张图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那也就是奇努克那 CH-47的这个双螺桨的一个直升机。那前面这一个，因为这个照片太糊了，其实我们不太能够判断了。那但是其实它所有的，包含刚刚电视墙上面的无人机，其实它整个的装备就在这里。那大家会觉得一件事情很奇怪哦，为什么这一个反逆中的无人机，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头多次拿出来的这张照片，也就是JY27的雷达。没有征收到，其实这个问题呢，不要问别人啊，这问题要问委内瑞拉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看到Sky TV 它所提供的一个讯息的话，他讲说这一次其实叫做协议性撤退。那什么叫做协议性撤退？协议性撤退也就是真正靠的不是这一些武器，不是这一些那个部队，而靠的是美元的能力。也就是我透过了买通这么多的一个各级军官，也就是哪怕你看到了，也都是做壁上观。所以为什么在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立刻就拿下来，而且好像也没有看到整个委内瑞拉的部队成体系的进行反抗，或是不成体系的，也就是我们台湾常常讲到的分散式管制的一个反击。为什么没有？因为其实它整个部队都被渗透了，被渗透之后，其实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也就是完全束手就擒。好，所以这次美国的攻坚之所以可以成功，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支特种部队之外，还有武器，还有刚刚小舰长帮我们特别提到的，美国早就已经打通，并且成功收买了当地的一些官员来做到里应外合，让这一场任务就变得更加的成功顺利。那其实现在大家也在看说，那中国大陆呢，在这一次的这一场行动当中，怎么看不到它的角色呢？因为这个委内瑞拉不是多年都是靠大陆打造的南美钢铁防线吗？为什么这一次好像看起来没有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来看一下大陆长期在这边，委内瑞拉长期跟大陆买的武器有哪些？画面上 CG 我们看到包括了反隐身雷达，还有2栖战车，打造的是整体的海陆空的防御线，被视为是中国军事在南美洲的一个最佳橱窗。那针对这一场任务，其实国务卿卢比欧也特别点出来了。他说呢，这个是西半球，我们不容许中俄伊朗在这里接下来建立任何的情报、能源跟军事上面的据点。美国也不容许中俄伊朗在委内瑞拉搞情报、投资石油业。
各位观众朋友也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是，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同时也是现在的代理总统，本来呢他一直在批评说这个川普的行为是非常的恶劣，是暴力的，但他最新改口了，他说呢，他接下来愿意和美国合作。好，先请教委员怎么看？美军快速的拿下马杜洛，中国打造的南美钢铁防线为什么看起来失效了呢？那委内瑞拉其实除了有中国大陆武器之外，其实还有其他，比如说俄罗斯的武器、防空情报，为什么美军可以轻易的突破？委员怎么看？中国帮委内瑞拉打造的南美钢铁防线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不是美军很厉害，而是美金很厉害哦。这个美金是超级厉害的我解释给大家听那个中国卖的 JY-27反隐身雷达是米波雷达，它只看得到，无法手电，无法射击。换句话，它不是拳头，它只是眼睛。所以即使它看得到逆中战机，因为米波太长了，1公尺以上的波段，它根本没有办法用飞弹瞄准，所以就不用提了。那你所以你那个 VN-16、18两栖战车没有用，没有人要登陆根本没有人要登陆，你用两栖战车干什么？所以买了这2款一点用处都没有。真正有用的是俄罗斯卖的叫英格拉 S 监射式防空飞弹，去哪里了？200枚在哪里？没看到，那怎么可能呢？那这一次美军怎么进行攻击？你别听他吹牛什么我模拟老半天，我4个中队，1个中队75个人，4个中队300个人，好像很厉害很那，不用，台湾军队就可以抓得到，只要美军够的抓得到。这是什么玩的游戏？为什么很确定这是美军呢？如果你美国国防部委内瑞拉国防部的军人在马杜罗的住宅附近10公里内布满了200个监射性防空导弹，请问你这三角洲特种部队搭他们的 CH-47 Chinook 运输机，那是没有防卫的能够进入他的住宅吗？不可能的事，一定被打成烂窗。你三角洲打成五角洲，变成三角裤都没有了。我讲的不客气是这样子打那种飞机太容易了，我又不是没有试过这种瞄准打那种飞机的，它一低空嘛，根本就不用什么隐身不隐身，那监射是，我跟你讲，300颗有1颗打不到，什么意思？买光了，军方买光了，政府买光了，政客买光了，包括马杜罗办公室买光了，那这马杜罗活该嘛，当总统当到这种地步也是活该，没什么好说的。那所以就吹嘘美军很行，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武器这个很差，因为他根本不是用这种场合他不是F-35飞来跟你打架他不是他完全就是直截了当的买完了以后，你不可以部署监射式防空导弹，监射式防空导弹200-300枚从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全部消失掉，你说是怎么可能呢？就消失掉了。你说哇，美军有去轰炸什么雷达站？当然会开个雷达站让你打看，表示我有抵抗，那我钱照收。这种黄盖的戏我们还没看过，《三国演义》大家看过黄盖吧？没什么了不得的换句话说，这个马杜罗被抓就是因为什么？他自己不晓得花钱不晓得去收买这些人我跟你讲，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公开讲，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所有的首都的防卫司令通通收钱，不然不可能这种结局。你问那个我们真正的军人知道，你只要一声令下，在周遭每个地方监扛着，你美军进得去吗？你说轰炸，你可以轰炸200多个点吗？那是不可能的，在任何个屋顶上民居都可以有你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不出动？收了钱嘛，所以美军比美军更厉害。美军厉害还是美金厉害 ？Russ 来。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在台湾社区媒体看到太多人，包含政治人物、KOL 等等，都一直说你看中国的军火工业那么乱七八糟，设备那么乱。我真的觉得这个思维真的是对台湾国家安全非常非常危险。那如果这一次委内瓦的防空系统失败的话，那或许是因为委员刚说的是他们被收买，或许是因为训练不够，人才培训不够好，
没有，那个建设是不用训练，只要监视而已。甚至有一些也有一些评论说，其实他们购买的系统，不管是中国或俄罗斯，其实不合适委内瑞拉的情况。那不管是什么理由，我觉得这个不等同你可以嘲笑中国的这个军火工业或他们设备的能力。所以我真的呼吁台湾朋友，你不要这样嘲笑中国的军火工业，他们还是很危险，对台湾还是很危险。对台湾该做的国防投资还是要做，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嘲笑中国的防空设备或武器等等。我真的觉得这个思维很危险。但是如果真的是照委员说的是美国用它的美军或情报的能力，这个也还是值得佩服，不是吗？对，是 CIA 很厉害，哇，比那个普丁厉害太多，你普丁都买不动基辅，你看。是。那同样一个问题，我也请教杨老师又怎么看？就是刚刚也特别提到说，这一次美国为什么要抓马杜罗，是不是就是主要他就是要阻止中俄伊朗在委内瑞拉这边去发展他的武器跟他的情资？那台海确实刚刚 Ross 也提到嘛，是不是接下来也要紧张？老师怎么看？其实美国从冷战之后啊，针对4个国家的元首曾经进行过斩首任务，都成功。1989年巴拿马诺瑞加，跟这一次的在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很像，我们等一下会来比较一下。第二个是在2003年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伊拉克的总统海珊，然后呢，2011年利比亚的总统戈达费，那在巴拿马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说，那个时候打了快1个多月啊，美军自己死亡25个人，受伤超过300人，所以那是军队真的上去。然后呢，巴拿马的军队，巴拿马跟委内瑞拉不能比啊，那个军队基本上是非常弱、非常少。那委内瑞拉这边死多少人？死了大概200多个人，所以那个是一个真的就是长期大概超过1个月，然后呢，美国也是慢慢的推进，最后把诺瑞加给逮捕，那一直关了大概有将近20年哈，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法国。这一次你看，没有1人受伤，没有1人死亡，美国，所以完全验证刚才蔡委员讲的，就是美金的力量。那现在报纸已经出来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一个人拿了5000万美金，5000万美金一个人，值得。对，因为你换算那个石油量是多少？是委内瑞拉所拥有的石油储存的量是全世界最多，但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成也石油，败也石油。你不要把这个价钱公开，待会凯达格兰大道有个办公室主任啊，我会拿这个价钱。他成也石油，就是说他因为他有石油而且他储存那么多，但是呢，他开采的很不利，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就是那个雪佛龙啊，大概是在那边有开采权，开采的很少，其他的开采的不多，所以大家都说啊，因为要阻断中国对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错。到后来，它将近70%到80%哦，都是输往中国大陆，但是占整个中国大陆在去年整个总进口的比例不到2%。所以事实上，并不是说真的要斩断中国这个问题，而是为了石油的问题了。俄乌战事，我们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持续来关心是泽伦斯基这一次是玩火斩首普丁吗？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包括了美国跟俄罗斯，这时候还有印度都站出来是怒批这个乌克兰是破坏和平者。那俄罗斯这个时候经过了斩首事件，也呛瞎说要终身追杀报复泽伦斯基，正式的进入倒数。赶快来看，这个是最新消息。原本以为这个俄乌之间现在正在谈判，已经降温，和平到来了，没有想到乌克兰是直接又踩了红线。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最新指控啊，因为乌克兰实施了斩首行动，一共是出动了91架的无人机，直扑普丁的官邸克里姆林宫，在定调了。我们现在不是在和平谈判吗？你做这样子的一个军事上面的行动，根本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再起。赶快来看俄方的各种反应，
包括了这个是俄罗斯的前总统，他说将会对泽伦斯基发布追杀令，警告他最好赶快开始躲藏吧，因为你会在躲藏中来度过余生。包括了克里姆林宫自己也说了，语带威胁的说，泽伦斯基之后谁会接手，赶快做一个准备吧。俄国的外长也说了，你们发射来自于乌克兰91架的无人机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全部把这些无人机给这个击落了。那么俄军已经选定目标，会来进行各种的报复行动。川普对此也表示了他非常的愤怒，包括了印度总理莫迪在此刻也公开表示关切。泽伦斯基则是反咬说，俄国因为他不断的实施各种的假旗行动。针对这一场这个斩首普丁的行动，委员怎么看？在这一次的行动之后，我们刚刚看到俄国各种的放话，针对泽伦斯基说他要对他做终身的追杀。俄罗斯锁定的报复目标会是哪里？委员又怎么看？对，我想，泽伦斯基说这是俄罗斯的假旗行动哦，可是我认为不太可能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这个俄乌之战哦，已经进入了美国强力介入的谈判时刻了。那么在这个谈判时刻里头，我们看到所有的相关的这个和谈的条件基础，其实都是对俄罗斯有利的。那么因此对俄罗斯来讲，我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拿下乌东地区了哦。那么这场战争也可以画下一个暂时的这个休止符。那在这个时刻，我有什么理由要把这个战争在持续的扩大哦，造成更大的裂痕或者是更难弥补的伤害？所以对俄罗斯来说，他是赢家，他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冒险哦。那么第二个，如果俄罗斯这个想要用所谓的假旗行动的话，大家回头看看，在过去的整个俄乌战争交战的期间，俄罗斯和乌克兰谁玩小动作玩得多嘛？就显然乌克兰玩小动作，玩这种偷跑越界的小动作玩的是最多的。一方面跟美国保证不会打进这个俄罗斯的本土，另外一方面就想尽各种办法用美国的武器这个来攻击俄罗斯的本土，甚至用自己的情治人员，用这个什么无人机或者用各式各样的炸弹哦，然后在俄罗斯的本土来进行攻击。所以这些乌克兰的小动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两次了哦。所以这次你说这个用这个无人机去攻击普丁的官邸有没有可能发生？我认为外界心中自有一把尺吧，大概认为说这不就是乌克兰的常态吗？乌克兰长期以来不就是用这种方式吗？所以其实你说是假旗行动，我认为可能性真的不会很高。但是对俄罗斯来说，显然他忍无可忍了哦。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斩首你，就如果俄罗斯想要斩首泽伦斯基就不会有机会蹦跳到现在了。基辅早就是一片这个断垣残壁了，那么泽伦斯基也就早就结束了。所以对俄罗斯来讲，他一开始就没有要斩首你。那这场战争它摆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来处理哦。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无限上纲到对对方的这个领导啊，对对方的这个领袖来进行斩首的话，那么对俄罗斯来说，这已经是忍无可忍的一件事情了。你先不要讲面子的问题啊，就是对普丁来讲，我家被几十架这个无人机攻击，然后我还能够忍得下去吗？我当然不可能忍得下去啊。那更不要讲说这场战争从头到尾我都没打算把你解决掉，就你先来处理我了哦。所以这对俄罗斯来说，他们的愤怒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哦。但是后续的两件事情啊，我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一件，我觉得如果乌克兰真的玩了这个小把戏、小动作，他其实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哦？就美国本来还在考虑要不要这个把战斧飞弹卖给乌克兰的，结果因为了这次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川普的发言是什么？就是经过这个克里姆林宫转述。川普跟普丁通话的时候，川普说：“好险，我没有把战斧飞弹卖给乌克兰。”所以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乌克兰想要买到战斧飞弹，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啦。因为他就想说，我没给你战斧飞弹，你就这样去攻击他了，我给了你战斧飞弹还得了吗？哦，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极为不利的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一旦引爆了这个俄罗斯的怒火，对，坦白讲，俄乌谈判现在的症结点就在泽伦斯基这个人的身上嘛。那么我觉得俄罗斯相对来说已经很客气了。就如果这个时候你用斩首把它斩掉的话，也许这个谈判就很顺利了。可是呢，他仍然维持在他应有的范围之内操作。可是这件事情你就给了一个俄罗斯很好的借口了。那接下来如果俄罗斯要斩首你，也不过就是执行他终身追杀这样的一个这个呼吁而已哦。那么对泽伦斯基来说，当然会对他的人生造成了另外一种压力跟恐惧啊。所以这也是难怪
后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就会看到基辅的态度又开始放软了。那么似乎看起来和谈这个基辅可能会做出更大的让步了。对，确实哦，如委员所说的，在这个俄方已经表示说要持续的追杀泽伦斯基之后，基辅态度现在放软了，而且这个放软的态度上面也有一些很不寻常的地方。他总共讲了2件不同的事情。他第一个，他就说呢，这个是来自于泽伦斯基，他说我愿意以任何形式跟普丁会面，这是对俄罗斯的喊话。那第二件事情，他则是对美国喊话，他说希望美军可以驻扎乌克兰，提供30到50年的保障。这几乎不太可能，因为美军如果实在乌克兰驻军，等于踩了俄罗斯的红线。针对此，美国有没有可能同意？干哥又怎么看？那怎么看现在这个泽伦斯基他提出的这2点要求，是担心普丁很快的就会报复吗？干哥怎么看？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哈，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症结点，就是说，泽伦斯基他本于对于国民的负责，他必须要能够得到安全保障。可是安全保障，其实老实讲一句，就是俄罗斯绝对不能答应的。为什么？你就在我的家门口，你要让北约进来驻军，那是如果换作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够接受。为什么？美军北约进到这边来，那就是没有缓冲了，那就是直接在任何议题上面一出问题的话，就是兵戎相见。所以泽伦斯基是希望得到30到50年的安全保障。其实川普绝对没有办法给这种实质的保障，只可能给口头。就比如说，对于台湾也是一样，川普绝对不可能有实质的保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要派驻真正的维和部队在台湾海峡，或者是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前线，那绝对不是对手可以能够接受。所以这件事情是达不到的。可是美国前国务卿Pompeo他的看法不太一样。他说：“我跟你讲，其实普丁到现在为止没有展现出想要签署和平协议的诚意，所以他怂恿说，其实乌克兰你应该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打一回让他痛，他很痛的话，他才会考虑说，好吧，我跟你这个泽伦斯基小老弟坐下来谈。是，我觉得庞佩奥你不要再出馊主意了，现在好不容易局势缓和下来，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很惊讶啊。”泽伦斯基，你干嘛啊？你去打普丁在他这个地方叫做诺夫哥罗州的家干嘛？虽然现在还没有损害报告出来，然后川普也讲说，因为我也没得到报告，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不过如果他真的这样的话，那我很生气。真的是个演员，真的是他讲的话，你都会觉得说反反复复。那实际上国际政治就是这样纵横捭阖。那老实讲，到底他的家有没有被攻击？被攻击的结果我们不论。你出动了无人机是真的，如果今天我给你战斧巡弋飞弹，那就是精准打击了。你会用吗？你真的要打普丁的家吗？委员刚才讲了，我今天没有斩首你泽伦斯基，那是给我们双方各退一步。如果今天要这样子的话，老实讲一句，4年前直接打基辅不就结了吗？直接把基辅拿下来不就结了吗？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有一些一定的考量，所以我认为泽伦斯基他不聪明。你派了90架无人机去打普丁总统的真正的家，要干嘛？你不是摧毁了本来好不容易得到一些和平的成果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美国的斡旋可能会完全失败，现在已经在失败边缘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眼前是泽伦斯基要面对的各种压力，除了对外面对于来自于不管是美国跟俄罗斯他们的压力，对内其实呢自己乌克兰内部也有非常多的问题，尤其现在就是在贪腐案这件事情上面逐渐的一直在爆雷哦。那其实从2023年1月到现在，大概是发生了至少4起以上比较大型的这一种贪腐案，重挫泽伦斯基政府。那包括从2023年1月开始的，不管是鸡蛋门事件，当时的军粮价格浮报2到3倍，或者是军服、防弹背心的采购弊案，一直到征兵系统的全面腐败，协助
伪造这些医疗证明来逃避兵役哦，有一些12名的官员收贿这件事情，到后来有一些能源的一些回扣案，洗钱金额1亿美元，当时泽伦斯基的亲信还逃到海外，于是呢，乌克兰在今年底的时候出动了这个国家肃贪局来突袭国会，要调查这些议员涉贪，却被国家安全部门挡在外面，怎么回事？乌克兰自己内部贪腐问题已经无解了吗？这样泽伦斯基政府还有它的正当性吗？汉庭怎么看？我一开始看到资料，哇，鸡蛋弊案，然后防弹背心采购弊案、逃兵役，还有能源的回扣洗钱、高官涉案，我以为讲的是台湾。哦，这个乌克兰哪有贪呢？对不对？他有让修马桶的、卖鞋子的去进口炸药吗？这开玩笑。好，所以呢，就是对乌克兰来说，现在外部导弹不可怕，内部蛀虫才致命。泽伦斯基此刻的疯狂呢，正是为了掩盖内部已经烂透了的这个事实。我们要注意细节，是乌克兰的国家肃贪局要查国会议员，结果谁挡着呢？是国家安全局。这表示腐败已经不是这个国家的毒瘤，是整个国家的血液。特务机构不去抓间谍，是忙着保护贪官，然后来销毁证据。这个政权的免疫系统已经彻底崩溃，国家机关沦为黑帮保镖啊！所以我们看，从鸡蛋、防弹背心，再到能源部回扣，这是一条完整的战争吸血产业链。第一步，西方援助进场；第二，高层虚报采购；第三，特务机构掩护；第四，洗钱转移海外。所以各国纳税人的钱就变成了基辅权贵啊，他在伦敦、在巴黎买豪宅，然后呢买黄金马桶。所以泽伦斯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一边发动自杀式的无人机攻击，一边高喊要美军驻扎30年？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川普要谈判，普丁要收网，但一旦和平降临，战争的遮羞布被掀开来，国内积压的民怨和肃贪的怒火，瞬间就会把他送到审判台上了。所以他必须再度把事情给搞大。他要求美军驻扎，就是要让乌克兰彻底北约化，逼俄罗斯翻桌。袭击普丁的官邸，就是要激怒川普跟普丁，让整个谈判继续破局。所以只要战争继续，我就还是抗俄英雄；只要和平到来，我就变成窃国大盗了。因此，乌克兰的悲剧是在前线战士的鲜血流进了后方官僚的酒杯。泽伦斯基现在的挣扎呢，是在饮鸩止渴。一个连反贪局都被国安局盯上，而且呢下令阻止这样的一个政府，早就已经失去存在的正当性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到是新的一年2026年到来，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到底如何。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持续对美国，他们持续的买黄金，但是呢，持续的卖美债，是不是2026等于中美摊牌做最后的一个布局？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先来看一下2025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用数字告诉了世界一些有关于经济上面的讯号，那就是 A 股现在呢封关日发现它创下了6年最大的一个涨幅，表现非常的好，沪指站上了3900多点，全年涨幅更是飙涨了18%，创业板全年也是爆冲了大约49.57%，尤其在科技类股上面是贡献了股市非常多，机器人商业航太或者是能源金属表现都非常的好。另外一头则是香港了，香港我们看到在2026年呢，一共是有106家的企业终于是 IPO 了，吸金也非常的多，这个金额甚至来到了全球第一。重点是90%都是来自于大陆的企业做上市的，被形容是中企的一个吸金池。好，这个是有关于在资本市场的部分。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的另外一个去年的一个重大布局呢，就是它持续的买黄金，并且呢卖美债。黄金买了多少？大陆的央行连续12个月买黄金，储备冲上了7409万盎司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到在黄金飙涨之下，黄金占外汇的这个除重的比例一度写下了历史新高。那另外一方面，大陆也持续的挖金那在这个地方是在中国大陆的东北辽宁挖出了1444吨最大的金矿，价值换算新台币高达了6兆元。那中国大陆政府展望的2026，它还要持续的提振它现在比较虚弱一些
些的内需市场，所以呢，还有它的投资市场，所以呢，它最新宣布展开1.3兆元的投资计划，来稳投资、撑经济，继续它的经济的成长动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 A 股的牛市大爆发，这个会是一个资本市场的泡沫，还是这背后是真的代表了经济上面的畅旺呢？那另外一方面，大陆持续的买黄金降低美债，是在为接下来2026中美的摊牌做准备吗？委员怎么解读？对，我想过去几年这个我认为习近平推动了几个重要的政策，在当时他推动的时候，外界其实都是以看好戏的心情甚至这个酸言酸语那么来批评这些政策。可是现在你回头去看，你会发现习近平当时在推动这个政策是很有远见的第一个，他去处理了房市泡沫。当时大家在笑说你没事去处理什么房市泡沫嘞？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但是还好他处理了房市泡沫。他如果那个时候不处理，这个时候的房市泡沫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当你面临到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你的房市泡沫就让你雪上加霜，可以让你一枪毙命了。他当时处理了房市泡沫，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房市慢慢开始稳定起来了。就你现在去看看北上广深我最近才从上海回来，我看了古北的区的一个房子当时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房子看起来挺不错的，我们都以为说，哎呦，这个房价开始下跌了吧？你无法想象古北区的一套房子可能还不到台湾的50平，要台币9000万就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滨江区，不是什么特别核心区，就是一个古北区的房子，台币要9000万所以它的房价已经逐渐的开始稳定了那么已经开始在抗跌了。那还好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房市对中国大陆不是问题。然后第二，他做了共同富裕。那个时候他推共同富裕的时候，大家就笑说你推共同富裕，你就是共产党，你社会主义又重新回来了。结果呢，还好共同富裕，今天中国大陆的消费人口开始增加。我每一次去中国大陆，我都会去看那个卖场的人，我会看上班时间的人或者假日的人。最近我们家的亲戚还在福州嘞，我特别问他说，那福州的状况怎么样？不管是上班时刻或者是放假时刻，福州就是个人山人海的地方。我现在还不是讲北上广深，我讲的是福州，它都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这种内需的消费，不就是因为共同富裕来的吗？如果你没有共同富裕，你就走回美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了。那到时候你在这个时刻，你就根本不可能靠内需的消费来带动你的经济发展嘛。然后第三，增持黄金。他在过去这几年增持黄金的时候，大家都在笑，说你干嘛要增持黄金呢？你看美债的利率这么高，你拿黄金又没有利息。可是他当时的增持黄金，他入手的价格可能才1000多2000美金，现在已经到4500了。所以他在过去这几年不断的增持黄金，其实对这个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是一个大的获利然后再加上分散市场，因为分散了市场，所以东盟取代了美国成为最大的市场，所以它没有受到冲击。也正因为这些，你才会看到2025年。在上证指数涨了18.41%，深圳指数涨了29.87%，创业板涨得更高49.57%。为什么？就是因为政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中美贸易战里，它根本没有受伤。再加上政府投下了全部的资源去发展科技。你光看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个 AI 公司叫做 Manus， 当时做 AI agent、AI 代理人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嘲笑说，怎么可能通用型的 AI 智慧这个时候做得出来 ？Manus 做出来了。25亿元卖给了 Meta， 这是 Meta 有史以来的第3大的收购案，就是买了中国的另外一家的 AI 公司。中国不是只有一个 Manus， 我们数字王国在中国有据点，我们也正在中国寻求上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中国大陆这种公司多的是。那么这些科技的发展，成为了当然中国大陆股市的一个重大的动能。所以不管是上证指数、深圳指数，或者是创业板，甚至像港股，当然都因为这样的动能而拉升起来。是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一系列因为政府政策的拉抬所以对于整个稳经济上面有一定显著的一个效果。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请聂老师从地缘政治上面来做解读好了，因为大陆一系列的动作，不管是买黄金、卖美债等等，是不是也在中美之间，在2026年尤其要做摊牌？好，地缘政治我后半段讲，先讲一下刚才那个我们讲孙委员讲的也有道理，就是2022年3月，这个习近平讲的一句话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用了3道防线。对，那我觉得是休克疗法，但一定要这样做嘛。如果是现在发生怎么办？现在这个国际形势这么地缘政治这么严重，立刻死对。
但在那3年前，他真的做到，真的打压到了。当然，你知道碧桂园、恒大等等一系倒地没有错，房地产也这么低，那我讲不好听，这有点像休克疗法。你今天已经倒到那边不行了，就帮激动你一下，让你好像很惨，其实你慢慢就会恢复。是，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个，这是第一个，当然感觉上经济不太好。再来第二个呢 ，COVID-19 走过这一段时间，因为封城锁国，的确消费的确有这个降低不少，所以当它即便在2023年开放之后，的消费力道并没有完全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因为大陆的产能过剩需求下滑，从上一个从胡锦涛开始就一直发生，产能过剩，尤其他们在最后科技发展太快之后，我跟你讲真的很可怕，东西产量太快了，成本有时候太低，我们都知道量多嘛，便宜就产生内卷。这内卷你没有办法，就会造成经济的一些紧缩。不过我觉得大陆官员真的很厉害，我最近看到几个视频哦，他们一直在跟人民讲，没有错，我们的经济其实他们经济真的有点受伤。那他们的爱国心也不断在提高哦，因为最近不管甚至高市或者是美国的问题，他们现在教育的非常的深化，你知道，他甚至我看到他说，我们一定要说一结实，一定要忍耐，我们一定要收紧。如果你不收紧，我们将会100年难以翻身。只要我们收紧，我们只要够忍耐，可以告诉大家，100年都是我们过好日子。这个国际就是我们做控制权，只要大家撑过这一段时间，100年是我们的。如果撑不过100年都翻不了身，请大家一定要忍耐，将来就会好。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最后讲一个哈，我很清楚啊，爆黄金还有这个抛美债、降美债的主要原因呐，主要就是要去美元化。中国做太多事情，包括刚刚讲海南岛这个10月18号的海南封关一样的道理，它就是要去美元化。在2018年1月18号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用石油用人民币换也是去美元化，太多，它从内从外都在做这个动作，甚至它用它的未来的高规格金融站这个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叫 CBDC 也是在去美元化。他真的做到的，想用各种方式来做，这就是他很棒的策略哈。最后一个地缘政治，我觉得最妙的，跟这金融有关。他在2个月前11月初，他发了一个美元哦，用美国债，用中国发美元债，你知道在香港40亿，认购率多少？你知道吗？29倍，1182亿。美国自己发同样债3倍，他是就是还是对美债已经38兆了嘛，这么欠那么多，还是有信心3倍认购率。中国是它的10倍认购率，什么意思？他在用这个测试，因为今天控制美元债是中国来控制，反正我先收集美元，然后我发债，钱是我在用，你这个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好。他先试一看他在国际的呼朋引伴的力量，他发现他现在国际信心比美国还强。现在国际中，包括你在上海弄个黄金储库，马来西亚去存啊，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在美国存，不要在纽约存，以后来这边你的外汇准备的黄金等等就到我国家来。这个是要拿到国家全世界主导权一个很重要的苦路，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刚刚讲地缘政治，我觉得他这一道做的不只是股市，当然股市从2700多了，在去年中的时候，现在真的涨到全部，光今年你刚讲的差不多28%，对，现在到4300点，4200多点，涨了快30多%，这个的确表示哦，对内对外大家对他都有信心。除了刚刚讲增持就是买那个债的9倍认购率之外，那个是外资来的。他们的 A 股也有很多是外资，表示国际间不止他本国这个国民，外资也对他非常有信心，也就是造成他 A 股上升的主要原因。也很清楚看到这个地缘政治鹿死谁手，看起来龙鹰之争，龙好像是赢了这只老鹰。好，这个是国际资本，刚刚聂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对大陆的信心度持续的上升。那确实就在此刻，因为已经2026了嘛，其实麦肯锡也做了一个最新的报告，是有关于大陆接下来的消费者市场。他说认为接下来会有5个很重要的惊喜。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第一个，他说大陆的零售市场展现的强劲的一个弹性，尤其他就看了一下2025上半年的销售，较前一年暴增了5%，电动车更是重点，飙升了37%，汽车也不错哦，增长幅度11%。再来就是旅游业哦，较疫情前增长幅度呢，国际航班增加了最多13%，国内旅游成长幅度15%。汽车产业呢，中国2025的汽车销量首度的超越了日本，登顶全球第一。电动车的出口11月直接翻倍成长。接下来包括了资本市场持续看好之外，还有大陆的流行文化，不管是黑悟空或者是泡泡玛特、拉布布的销售，在全球也都是非常的好。但是眼前呢，《华尔街日报》又点出了大陆也不是没有困境的，特别提到现在的年轻人 Z 世代的年轻人，好像在找工作上面压力比较大，因为内卷太严重了，所以兴起一个所谓叫做当老鼠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都会在比较小的房间里面，然后每天一直滑手机躺平滑手机，然后比较少社交等等。现在是不是也成为大陆有一些内部的问题跟外部经济的表现
张将军怎么看？这个讲老鼠人，就我们这边在台湾讲就是啃老族啊，就是靠长辈啊，长辈反正有这些存钱啊，反正现在孩子也生得少，靠爸爸妈妈就可以了，所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看整个社会的结构跟未来国家的发展的状况。现在中国大陆啊，它之所以在经济上啊能够忍受度高在哪里？储蓄率高。因为中国大陆的储蓄率是46%，就是说我赚100块钱，我存46块，我只花54块，我一直存。所以现在中国大陆14亿人口，但是它现在储蓄的金额是160兆人民币。160兆人民币，我们14亿人口存了160兆人民币，换句话说，平均每一个人存了11万多人民币，你看够不够？够不够多？就每个人手上都有这些钱，只是放在银行，放在他的这些储汇局是这样子，他有这些钱可以用啊。所以，但是年轻人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将来会有3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我们讲到了，将来要有发展一定是官二代、富二代，或者是科技精英，或者是金融精英，这可以。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才有背景啊，官二代有官的背景啊，富二代有钱的背景啊。那个这些金融精英或科技精英，他是有科技的背景啊，所以是这样子，他有这办法才可以。因为这些将来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翻车？还有一个 AI 过来了，很多东西都自动化了，很多东西智能化了，不要再靠这些传统手工，一般基本水准的都被取代了，连开驾驶这个司机都不要了，我自驾车干嘛要司机啊？通通被取代了，又3D 列印。又是我们讲到的这些附加价值高的这些科技都出来了，你还需要人力吗？所以将来这个中低水平的年轻人想要翻身，非常困难了。除非是官二代、富二代跟科技精英才有这些机会，那其他的只能干瞪眼了。而且这对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哦。就像刚才张先讲的，它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嘛，啃老族在台湾也很严重啊。但是我会认为中国大陆，我仍然还蛮看好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年轻人的素质相对来说是经得起检验的。我不止一次在这个节目讲，我们在发展 AI， 我在研究所教 AI， 我们公司在做 AI， 我们去找 AI 的人才，只能够在中国大陆找。你要么在矽谷找，你要么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985、211多的是啊，但是这些人将来就会很快的可以投入新的赛道，投入新的产业里头。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它所面临的状况，全世界都一样啊。那只是看说哪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他能够最快的走出这样的一个产业变革的困境而已。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